大家好，我阿玲，就是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這一台 Boostmore 它的什麼 Boostmore 這一台 Medicube 的美容儀的使用心得。那我大概是1月22號左右拿到手的，然後接下來這段時間就是一直有斷斷續續的使用，一個禮拜使用的頻率差不多3到4天，有時候可能也都沒用。那我會用的話，就是早上的時候睡醒洗完臉之後會使用。那除非隔天有重大的事情，要不然我晚上不會再另外用，因為它通常会建議說1天可以用2次這樣。然後我要跟你們講，我這一次完全沒有拍使用前後 before after 的照片，因為其實我本來沒有想到我會拍這支影片，所以我完全沒有記錄差異這樣。所以接下來的分享都會是有口述，還有我會補上一些畫面這樣子，但是就真的可能沒有 before after， 除非我去挖挖看我以前有沒有影片可以來看得出差異這樣。首先呢，還是得要先講一下為什麼我會買這一台，就是那個時候在網絡上就是真的是廣告超級無敵批流，我多到就是我覺得就是買廣告，我就是覺得這就是廠商買廣告，然後在脆上也一堆，然後 IG 也一堆，就是我是看到其實有點神，然後就一度也會想說這是怎樣老人買藥的那個電台嘛，就是這個是年齡層下修，該不會這一台美容儀就是我們的老人買藥電台這樣，所以我一度有擔心會不會被騙。那後來會買是因為我去參加了我男友朋友的聚會，然後他們裡面有一個女生跟我介紹說她覺得這一台真的很厲害，然後她就給我看了使用前的照片、使用後的照片跟隔天的照片，而且她是用在她爸媽的臉上，所以那個提拉的效果是非常非常明顯，然後就是真的是我在那個當下想說她沒有什麼理由騙我，因為我們才第一次見面，然後她也不是做什麼美妝為主的，她真的没有理由騙我，我就覺得說哇，這台的可信度突然變得很高，然後我就決定说好，那我要買。那買的时候我是那個時候剛好有買到，有搭到組合，所以我是2台一起買比較優惠，然後還有送一些面膜跟他們的保養品這樣子。這個就是為什麼我會買這一台的原因，要不然其實我基本上是不會花大錢買這個東西的。那接下來再講一下就是我的個人的膚況還有我的保養方式這樣。就是嘿，我33，我現在33歲了，我剛過完一個很長的假日，就是我的生日假日這樣。雖然說是因為我要月經來了，然後還有我的生日，所以我就決定放自己1個禮拜的長假。但是反正就是我現在33歲，我的皮膚狀況是混合偏乾，在冬天的時候會特別乾，那夏天的時候其實會有點偏油這樣。那我膚況其實真的都很好，我真的得說，我的膚況一直都很好，皮膚很細緻，不常冒痘痘，也沒有什麼太多的痘疤或者是毛孔的問題這樣。那我本身只有打過2次醫美，是在去年的時候有醫美診所找我去體驗看看，所以我是打過2次皮秒的。那接下來之後我就再也沒有做任何醫美診所，就是我没有做任何醫美，然後也沒有去做臉。我平常就真的只有在家裡保養，就是化妝水啊、什麼精華液啊，然後可能偶爾，真的是偶爾，我真的超級懶，偶爾的時候會拿那個031他們的刮痧板刮一下臉，就這樣而已。我的保養程序就這樣，我甚至也很少在敷面膜，對，我真是一個超級懶的人，這樣，這大概是我的保養程序。那我是買了它之後，我才會在早上起床洗完臉之後，加上使用這一台美容儀的步驟，好像變龍顏贅字很多。那我覺得我還是可以先介紹一下它的不同的模式，這樣。我剛剛還把使用說明翻出來。我那時候在怎麼突然這麼熱啊？是因為在分享嗎？我那時候在買的時候，其實在官網上看到他說他們有非常多10幾種模式嘛，所以我就想說，怎麼那麼酷？這一台小小的可以有這麼多模式這樣。但是後來我發現，它其實不是說它一台真的有10幾種模式，它是說它主要有4種不同的針對肌膚吸收還有保養的模式跟5款燈，它有5種不同的 LED 燈。那5種不同的 LED 燈，它是說它們有不同的功效，好像不能講療效這個詞，它們有不同的功效，所以我在猜它應該就是一個模式有4個模式，有5種燈，所以這樣子交叉，他說還有10幾種模式這樣。我猜他是這樣講。它的 LED 燈的話，就是如果你也有買這台，它的就是不同的 LED 燈，要透過手機的 App 才可以控制換到不同的燈。你如果單拿這一台是沒有辦法的，就是一定要配合他們的 App 使用這樣。那接下來我跟你們稍微介紹一下他們的4種不同的模式，因為他們的
那個模式我最後都有一個自己的簡稱，所以我先照他們說明書上的講。第一個叫做 Boostmore 模式，他們上面是寫說幫助基礎護膚品深層吸收的震動模式，那我就是直接把它當成就是加強保養品吸收的模式這樣子。然後還有第二個模式是 Cream Shot Mode， 就是它是說以震動的技術搭配彈力基礎護膚產品使用的話，可以幫助產品吸收。但是我就是直接把它當成提拉的模式，那它也是我覺得裡面蠻痛的一個功能這樣子。那再來是 MC Mode， 它就是說幫助皮膚吸收拉提產品的震動模式。它的說明書其實都寫什麼吸收什麼之類，但是我自己是把這個當成膠原蛋白滋生的模式來看這樣。然後再來就是 Air Shot Mode， 就是它說配合後續毛孔基礎護理產品之使用的震動模式。感覺在念這個說明書很像什麼鬼打牆，但是它其實就是它的主要功能就是用來縮小毛孔這樣子。他們前面3種模式，我說保養品吸收、提拉模式，還有膠原蛋白模式，他們都是得要搭配保養品，也就是精华液來使用的。那唯一不同的就只有這個 Air Shot Mode， 它是在連洗完之後乾乾的狀況下使用。我自己最常使用的就是保養品吸收的模式跟那個膠原蛋白的模式。那它这一台就是它其實有計時功能，所以它每一個模式都是5分鐘為主這樣。那我自己用的話就是右臉2分鐘，左臉2分鐘，額頭1分鐘，這樣總共5分鐘。那我開機給你們看一下。它直接就會到我們剛剛講的那個保養品吸收的模式。那它有 Level 1一直到 Level 2、Level 3、Level 4、Level 5，最高就是 Level 5。所以就是你每一個模式，你一開始在使用的時候，你可以從最低檔開始，然後慢慢加強，慢慢加強這樣子。那我目前這個 Boostmore 我可以用到2檔，終於我可以用到2檔了。我之前就是連用1檔都會覺得有點不舒服。我最常用的就是這一個。那這一個模式，它的用起來的感覺很像是，就是你在拍保養品的時候，你只是手指頭这樣一直彈自己的臉，但是是超級無敵霹靂有夠快速的那種，就超快的那種彈。我個人是覺得它是比較相對來說比較不痛的這樣子。剛剛自己電到一下嚇到，它是比較不痛的，然後也是比較好入門的。那它還有一個很酷的功能，就是它一定要有接觸到皮膚的時候，它才會開始計時。要不然基本上你如果沒有接觸到皮膚的話，它就不會計時。我覺得這是一個還蠻不錯的功能。這樣我會搭配使用的保養品，就是要不就是他們的面膜，來看一下。我自己做了我一個面膜盒，雖然說我說我不太敷面膜。那時候某一天看到那個週年慶在特價的時候，有大失心瘋版，有一大堆面膜，然後就是有各種。然後這是那個時候買的時候他們送的那個保養品，這個真的蠻好用的，我覺得之後會有點想回購。然後還有他們的面膜。那我覺得這一台好就好在說，它除了你用他們的保養品以外，你也可以用你自己的保養品。我先把它關掉。你也可以用你自己的保養品，因為其他美容儀其實他們都會有一些美容儀都會有點限制，說就是只能用。好熱，我要去把我剛剛講到說保養品，你可以使用自己的保養品，你不用像某一些那個美容儀他們會規定說只能用他們自己的凝膠或者他們的衍生出來的保養品這樣。它這一台好就好在，我覺得就是最棒，就是放在它可以用自己的保養品。所以除了面膜以外，面膜就是如果隔一天有事，我会特別保養的時候，我才會敷面膜。那平常的話，我就會用這一罐，我是用這一罐，它這一罐叫做積雪草修復保濕化妝水。它雖然說是化妝水，但是它是比較稠的質地，它是這種比較稠的質地這樣。那推開之後其實蠻水的，但是同時它又不會這麼容易的乾掉。這樣子的保養品是最適合配合他們這一台美容儀使用，所以我那時候買到這一罐之後，後來稍微問了一下 ChatGPT， 然後自己實際體驗過後，我也覺得這一罐其實蠻適合使用的這樣。那或者是你的精華液如果是這種比較稠一點的，比較不容易那麼快速乾掉的，我覺得都還蠻適合搭配美容儀做使用。我的用法就是洗完臉之後，就是精華液或者化妝水塗完之後，就開始無腦的在那邊擼我的臉這樣。
那剛剛有講到它的這個模式，它很像是手指這樣輕拍的感覺，最好入手就是這個模式。那第二個模式就是 MC Mode， 就是我說的膠原蛋白滋生的那個模式，它的使用感覺就會比剛剛那一個還要再痛一點點，它會有一點點刺刺的感覺。但是如果以皮膚很多層來講的話，它感覺是比較刺激在上層跟偏中間下面一點點的那種感覺。我完全是感覺就是没有任何科學依據，就是真是我自己的使用感觉這樣。那它的方式就是這個模式，我就會非常慢慢從臉中間往外帶這樣子，慢慢的這樣子推，那你就會覺得啊，我知道怎麼形容，它很像是你腳麻掉的時候的那種雜訊感在臉上。那你只要有碰到肌膚的地方，它就會有那種雜訊感這樣過去，對，我覺得它就是那种雜訊感。它這個膠原蛋白滋生的模式就是这種雜訊感，所以也還算可以接受。但是我目前個人也只能用到1檔而已。對，其實我真的很耐受力很低，我後來才發現我是一個很秀婆的人，你知道嗎？然後接下來就是那個 Dreamshot Mode， 就是它的提拉模式。這個真的很痛，這個真的很痛。如果像說剛剛那一個模式是雜訊感的話，它就像是那個雜訊直接穿透到皮膚裡面，所以它是有那種打進去刺刺的感覺，這樣子咚的那種感覺。我覺得這樣形容是沒有錯的。那通常用的話，我就會着重用在我的下巴這邊，然後還有眼睛跟額頭。就這樣，但是我其實說真的，我真的不常使用這個模式，因為我每一次使用我都還是会被嚇到，然後因為對我來講沒有那麼舒適，所以我老實說我不太常使用這個模式。那再來就是我更少使用的就是 Airshot Mode， 就是它的那個毛孔縮小毛孔的功能。那它這個模式呢，它跟平常其他的模式不太一樣，其他模式都是直接貼着皮膚這樣去做使用，唯獨這個功能是你在臉是乾燥的狀況下，沒有抹任何東西的狀況下使用，然後使用的方式是它是有一點側着你的皮膚，它不是這樣子貼的，它是側着，因為它是從周圍放點，所以它是這樣疊。這一個模式的使用感覺很像是有很多很小道的那個閃電打在你的皮膚上，它這個的使用感就跟我去打皮秒的時候真的蠻像的，然後也會散發出那種臭臭的味道，這樣子在打皮秒的時候會有一種焦的臭的味道，我也都只有用到1檔而已，所以就是能忍受的人忍受這樣。那我男朋友自己是說他覺得很痛，但是他覺得很有效，所以他也會使用這樣。OK， 那這就是它的4種模式，以及其實它這個燈，我覺得真的還好，我很少在換燈這樣子，就是它可以用，但是我其實沒有那麼常使用。接下來要跟你們講說，我這樣子用下來，我覺得真正有的差異在哪裡？我得說，提拉模式就是臉部的緊實什麼的，我沒有什麼太大的感覺，因為我也不常用，因為真的太痛了，所以我不常用。那我相對有感的就是我的皮膚變得更細緻了。雖然說我本來皮膚就很好，我都要講這種話，好像有點討人厭，但是我本來皮膚狀況就很好，然後我也沒有持續去做醫美什麼的。但是用了這台之後，我的皮膚在化妝的時候可以感覺到皮膚明顯變得細緻。如果沒有化妝的時候，其實看不出來，就是你會覺得就是跟平常一樣。但是如果化妝的時候，我真的會覺得皮膚變得很緊實，然後變得也很細緻，然後在上粉底液還有打亮的時候，你就會還有腮紅，你真的會覺得說，臉頰這一塊是真的很蓬，然後很好上妝這樣子。就這是我自己使用下來最大的差異。如果說這是卸妝的時候，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只有在化妝的時候，我才可以深刻感覺到這台有多厲害。這樣哦，對，好像要特別跟你們提醒一下，它其實這一台是不能搭配保養油或者是那種太水或者是太潤的保養品使用，這樣，所以就是找精華液，我覺得會是最好的選擇。我就直接來跟你們講我使用下來的優缺點好了，我們來做一個簡單的統整。優點就是剛剛前面有講過，我在化妝之後，我會覺得自己的皮膚變得很細緻，然後非常好。然後其實早上起來在意識不清楚的狀況下，可以先把臉墊一墊，也是有助於提升我自己的腦袋清醒的這樣。那它的缺點呢，我覺得也蠻
明顯的，我個人不喜歡的，就是它的聲音。真的小大聲，就是人家一定會說哦，你可以從 App 裡面去改，但是我已經改過了，這就是最小聲，就是這麼大聲，所以晚上使用的時候我都覺得很吵，所以我都會把它這邊有一個算是喇叭嗎？我就會把它蓋住，然後再打開這樣。然後第二個缺點呢，就是它的設計其實蠻一體成型的，所以在使用面膜或者是你今天保養品擠太多的时候，你這樣在推的時候，它會整個順着這個機身上全部流下來，然後你就會覺得整台都黏黏的，很不舒服，這樣很噁心。然後就是你使用後要清潔的時候，你又很怕會流進這些縫裡面這樣子，所以我覺得這是它的。算是使用上可能會有一點讓人覺得討厭的地方，也不一定算是對啊，對我來講這是一個缺點，就是我每次在使用的時候，我可能都要在這邊圍一圈那個衛生紙，對，我需要圍一圈衛生紙。但是好在是它還算是蠻好清潔的，我都會用餐巾紙沾卸妝水，然後稍微清潔一下，它是不能用酒精的，所以就是我會稍微用卸妝水清潔一下，讓它保持得很 OK。那它目前我這樣用下來，其實有好好清潔的話，也不會有什麼太黏膩的問題。這樣，那再來就是它的這個，它其實本身你買這一台機器是沒有這個蓋子的，所以我覺得它應該就是認定說這一台就已經是完整體了。只是不知道後來為什麼在網絡上有看到他們有單獨賣這個蓋子，然後我想說可能就是方便外出攜帶吧。但是我個人是覺得，如果他敢這樣子賣的話，是不是就代表說他的設定是跟蘋果的鏡頭一樣？你知道蘋果手機的鏡頭是直接裸露在外面，不需要再另外裝什麼，就是因為他們覺得他們的鏡頭很強悍，所以這一台會不會是這樣的設定，我也不知道。但是你可以在官網另外買這一顆頭，但是這一顆頭也不便宜，那時候我忘記可能幾百塊吧。但我姑姑本人是請人家從韓國帶回来的，然後不知道為什麼韓國帶回來就有這個頭，所以在台灣買的話是沒有頭的哦。那不免俗的就是可以講到說，水貨跟台灣公司貨的差異。這樣，我個人是買台灣公司貨，我是從台灣他們蝦皮的蝦皮的賣場買的，然後也剛好有達到活動這樣子。那台灣買的一定就是會有保固嘛，這是最直觀的也最方便的，然後裡面的說明書也是中文的這樣子。但是當然在官網上買一定會比較貴，跟你從韓國帶回來或者人家幫你代購之類的都會比較貴。但是我個人是買這一個可以售後服務的這一個服務，我是買這一個服務，所以我覺得在台灣買我是 OK 的，我可以接受，而且它是經過台灣代理進來的，是已經有合乎法規的，所以我覺得 OK， 這件事情我可以接受。這樣，那價格的話，我覺得你們可以去多方比較，因為他們還蠻常會有活動的。那個人是覺得，如果你要買的話，就是看能不能跟你的朋友一起湊2台一起買，我覺得真的是比較划算。然後它還會附贈一些面膜。我那個時候買的時候有面膜啦，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他那個時候買的時候，他就有附贈這個，就是他們的粉紅膠原濃縮精華。這個東西真的意外的蠻酷的，就是蠻好使用。它用完其實臉會蠻黏的，但是我覺得對於膚況的效果真是蠻立竿見影的，就是一瞬間，你隔天就會真的覺得自己的皮膚很好，或者是我今天要化妝，那我覺得我皮膚很乾的話，我就用這一支馬上用，我覺得皮膚就有喝飽水這樣。那他們還有另外一個，這個是什麼3重膠原面膜，就是他們這2款面膜，我覺得還有這個是粉紅維他命濃縮面膜，我覺得他們這2款面膜用起來的體驗感是真的很不錯，就是會有種隔天皮膚有種亮亮的感覺，真的是會有一點點發光的感覺，跟你平常沒有認真保養的時候的皮膚感受不一樣。這樣，那我自己平常也還會搭配這個達特伊他們的，就是可能抗老面膜啊，或者是修護面膜。這個是角鯊烷面膜跟另外是補骨脂粉的面膜，就是抗老緊致。对，沒錯，已經可以開始需要抗老了。這樣，就是我自己做的面膜盒。那大概就是這樣，我覺得使用下來的感覺就是，我其實還是蠻推薦的。
再來是一方面是我其實沒有做醫美的習慣，所以我就有點像是把它當一個小小的居家醫美這樣，蠻推薦的，因為我覺得換算下來有讓皮膚的效果變好，而且在家就可以做，不用另外預約，我覺得是真的很不錯，所以我是真的蠻推薦的。我已經推薦我身邊的我姑姑、我朋友，真的我只要逢人我就跟他們講說，我買了一台這個，你們要不要試試看，可以玩玩看這樣。我是真的，其實我是真的蠻推薦這一台的，它不會像是那種電台賣藥，有没有？我覺得沒有，我在使用上來講，我覺得是有感的。但是当然我沒有辦法保證每一個人使用上都有感，然後再來是我之前也有在脆上面看到一些文章，他們說這個有可能會造出乾斑，就是有可能会讓你的臉上的斑會加深，因為它有 LED 光這樣。那 LED 光你其實可以另外選，那你可以稍微去斟酌一下，就是你会不会非常介意乾斑，或者是你有沒有乾斑。那我個人是对於有沒有斑這件事不太介意，因為化妝就可以蓋掉，而且我覺得斑很可愛。我比較追求的是我皮膚的細緻度，我希望上妝的時候不要讓我覺得我自己的皮膚有點 KK， 就是不太漂亮這樣，這是我比較追求的事情。所以我覺得它目前以我的條件還有我的使用期望來講，它都有達到，所以我是應該要拿起來，我是蠻推薦它的。這樣我是蠻推薦它的。之前也有想過要，就是你知道一次到位，我們家的祖训一次到位就是買更好的美容仪，但是就是像我前面講到，考慮到它不能使用自己的保養品，我就沒有選擇它。那我想想看還有什么需要講的。我應該會補一些使用的畫面給你們看，那可能那個時候就可以再多講一些東西。嗓子還沒開。我剛剛只有用清水把臉稍微清洗過而已，我一直以來早上都是這樣做的。開機，超大聲的。Airshot 那是 Airshot mode， 就是在你臉洗完之後是干乾的狀態下用的。那它的使用方法就是這樣，輕輕的靠着，它就會這樣啪啪啪。這真的跟打皮秒的時候是一樣的感覺。我妹之前跟我說，她一直都是把它拿得很遠在打，她說拿得很遠超痛的，所以大家可以輕輕的靠着皮膚。那我通常就是會打在我的臉頰這邊，我臉頰這邊的毛孔相對比較大一點，還有我的鼻子，然後就這樣子一直閃那個光，然後這個真的是很好回神，就是你早上剛起來，然後整個人都還很想睡覺的時候，這個啪打一下，真的很好回神。最痛的就是下巴還有人中這些地方，我很討厭打這邊，好痛的。其實一擋就已經讓我很受不了了。1 minute passed。然後它時間到，它就會 1 minute passed。我只想用1分鐘，只是想要給你們看一下而已。我可以給你們看一下我現在的臉，有嗎？夠清楚。這是我平常早上會用的模式，我會先用導入的模式，然後配合我的化妝水，就是這一罐，那真的很好用。我稍微這樣子塗一塗，然後因為它沒有很快乾，所以我可以這樣。然後這個我已經可以開到2檔了，它就這個感覺就是手指頭在你臉上瘋狂啪，這個很不痛，這是很不痛的最不痛的模式。然後這個導入模式我就是會一直不断的各種畫圈啊，或者是從裡往外拉這樣。這個化妝水真的是蠻厲害的，就是它可以延展性很夠，然後你可以在這邊推很久這樣。其實用這個模式就會差不多開始醒來了，會有輕微的震動，你可以看到我的眼睛可能有很輕微的，但是這個真的都還好，很像就是眼皮在跳的時候的那種感覺。我覺得很好笑，每次墊鼻子的時候，我鼻孔很癢的感覺，很好笑。再來換額頭，然後在墊到髮際線的時候，會有一種很特別的感覺，會有一種整個頭皮都在被墊的，你整個頭皮的感受度會這樣子，一直延伸到這裡邊，延伸到頭髮。第一次墊的時候，我有點嚇到，我說這樣子真的 OK 嗎？我後來還有上網查，很多就是 Reddit 上面的人都是覺得說，這個墊到頭的時候，那感受真的是沒有問題嘛。他們很多人因為這個感受就退回去了，但是我就覺得還蠻舒服的，那種按摩的感覺，像頭皮按摩。我這樣用起來並沒有覺得有任何的不適，因為他們有一些人会說會有那種頭皮一直在放電的感覺，我是不太理解，但是我沒有，所以我就持續使用。Session complete。
結束了。然後我覺得換另外一個模式，就是這一個就是膠原蛋白模式，就是我說很像一團那個雜訊在你臉上。那這個模式我覺得走得很慢，然後我自己的判斷方式是，我覺得比較麻的地方我會停留久一點，因為像在按摩。那通常用這個模式的時候，是真的可以完全醒過來，因為真的有點乾，我再補一點。真的就是一團雜訊在臉上走的時候，那個感覺蠻微妙的。然後再來就是，如果太久沒有用的話，再用下去的時候也會覺得很麻、很雜這樣。用雜訊來形容，真的可以聽得懂嗎？我自己的這一塊都會很酸、很麻。然後它其實一樣也是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就是牽動眼皮神經還是什麼臉部肌肉。它的療程好就好在它並沒有強制你一定要把整個5分鐘走完。他們自己 app 上面也有一些，就是你可以走就是你想要用多久就用多久，沒有必要一次全部用完這樣。所以你今天如果很趕時间，就花個1分鐘錄一下，其實也還好。或者是你今天就是超級想要享受，你就可以像我剛剛那個導入模式一樣，慢慢的磨這樣。太陽穴這邊也會蠻舒服的。然後就是都不要太靠近眼睛，我不會太靠近我的眼睛這樣，因為它說明書也有講。我的小狗來了。說明書也有講說，就是不要使用到太靠近眼睛這樣子。乖哦，等一下再帶你出去。終於沒有下雨了。接下來就是我最怕的 Dream Shot Mode，我真的只能用 Level 1，然後用就還需要休息一下。我再補一點，因為如果太乾的話，沒有什麼效果，然後再來就是覺得有種被白電的感覺。它這個模式就真的是那種電很刺激到深層內部的感覺，然後這個模式也是最容易沒有辦法控制你的眼面神經的模式，就會像是你能看到我的眼睛，完全不受控制的抽動這樣，它就是刺激你最深層的肌肉。它的官網是這樣寫的，這邊會比較還好，我自己在臉頰這一側還好，然後這邊也比較還好，都還在可以忍受範圍。就是剛剛這邊是最痛的，然後還有接下來就是下顎這邊，下顎也是他們說可以使用的地方，下巴跟脖子可以用到一點。那他們就是說這樣子使用的話，有點像是在做那個嘴巴運動，然後可以讓你的下顎先跑出来。但是因為蠻痛的，我沒有太常使用。然後你不可以用到你的脖子这邊，它的那個說明書上都有講，但是你可以輕輕的帶下來這裡。不然我自己在用的時候會有種淋巴按摩的感覺，但是並不是真的淋巴按摩。我會一直推下巴，這個模式我主要是用來推下巴這邊，讓它有種像是提拉把臉不要垮下去，所以就會那種這樣子，這邊會很電，所以我也不敢用太久，畢竟淋巴在這邊嘛。臉一樣，就是從裡到外這樣慢慢推呀，往上，你想要往上的地方你就讓它往上，這樣不要垂下來。然後我這邊動作很快，是因為我覺得很痛，所以我想要趕快離開這個地方。但是要不然其實是要慢慢的會比較好，我覺得，就是因為很痛，受不了。那先這樣，然後我來示範一下額頭給你們看。額頭的話，我的方式會是，就是一樣是往上，一樣是往上。人家說眉毛這邊很容易下垂，所以我就往上，然後跟我眉心這邊真的都還好，你可以看到就是我的反應其實沒有那麼大，然後也還在可以忍受範圍。但是就是某一些區域的時候，真的會覺得像這邊就是好痛，然後電久就會進入一個就是你們會嗎？就是傷口在清創的時候，清久了你就會覺得看好像那種痛爽的感覺。就是陷入那個情境這樣，我已經開始恢復精神了。你可以看得出我的眼睛應該要比較明亮一點吧。就這樣吧。用完，你看它會有點流下來，但是我今天用量已經控制得很好，它有的時候會大流特流，尤其是在用眼膜，就會抽一張那種餐巾紙，沾一些那個卸妝水，然後我会把它擦一擦。剛被電到，等一下，我先把它關掉。我先關掉，讓電到我嚇一跳。我就會把它擦一擦。
要不然真的很容易會黏黏的。如果你的保養品又是比較滋潤的話，擦擦就這樣，那就 OK 了。我自己會在用完之後，因為其實那個保養品會上的，就是不管是化妝水或者是精華液，會上的比平常還要多，所以我會稍微清潔一下之後再擦乳液，然後就會完成我的白天保養這樣。對，其實就走化妝水而已，要麼就是選化妝水，要麼就是選精華液，就這兩個東西。然後我白天保養的程序就這樣了。有的時候其實根本懶得保養，我早上就洗個臉就結束了。等一下，我稍微等臉乾一點，讓你們看一下現在臉的肌膚狀況。要不然全是保養品，看起來油亮油亮的，有點不公平啊。但是真的會有種臉喝飽水的感覺，那個臉是真的會有點亮。OK， 比較乾了。等一下，它擋住我的光。看，這是皮膚的感覺。這樣子，感覺得出來嗎？看得出來嗎？我現在才發現我少開一盞燈呢，怎麼辦？就真的會覺得臉有比較蓬一點點。拿別盞燈看看。這樣子可以看得出來嗎？會有一些很漂亮的反光，這些地方都算是感覺看起來蠻緊實的地方。這樣，然後早上的保養程序就這樣，然後我就會隨便找個乳液抹。如果我沒有要上妝的話，其實我的早上的保養程序真的是蠻隨便的。然後抹一抹，我就要去遛狗了。這樣。你抹完保養品，你也會覺得整個皮膚看起來很亮。但是這個樣子，這是我的保養的順序還有步驟。交還給棚內。其他好像就你們會有什麼？不然這樣好了，如果你們有什麼想要知道，也可以在下面留言，或許我可以直接回答你们，或者我再拍一支影片跟你們說。那這支影片就這樣啦，這就是我使用這個 Medicube 的幾個月，兩三個月的心得。如果有任何的疑問，或者是想要討論，或者是想要問問看的，都可以跟我說。如果真的要一句話的斷定要不要買的話呢，買。嘿，那就這樣了，大家拜。